你胆子肥了，跟我打离婚官司。你天天家暴我，再不离婚，我和女儿迟早会被打死。整个银河市，黑的、白的，谁敢管我孟强的家事？把你的律师叫来，今天我就让他看看，跟我孟强作对是什么下场。听说你想见我？他妈的，你就是那个律师！在银河市，我不允许有人比我还狂！给我废了他！把他的眼睛打上。你到底是谁？龙哥，龙哥，我错了，早知道是您，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现在能好好谈案子了吗？陈律师，您作为银河城地下教父转型成第一律师的传奇人物，请问您有什么要告诫观众的吗？我没有资格告诫任何人，但如果有机会，我想告诫10年前的自己，早点改邪归正，走上正途。陈律师吧，我让你伸张正义。龙哥，彪子，有才，大头，你们还活着！龙哥，你怎么了？这是回到了10年前兄弟们还没死的时候，连律师证也跟我穿过来了。既然上天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不让兄弟们重蹈覆辙。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咱们说到给帮派起名叫青龙帮。好，这个名字好，咱们就叫青龙律师事务所。好，青龙哥的就叫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没错，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去学法律，考律师证。龙哥，兄弟们刀口舔血惯了，你让我们学习，这不是要兄弟们的命吗？龙哥一定有他的道理，听龙哥的准没错。龙哥，这是这个月的上供，您收着。以后不收保护费了，我们要转行开律所。龙哥，要不是您罩着，哪有我山鸡今日啊？您怎么能说转行就转行，丢下我们这群兄弟呢？早晚我也把你们带上正途，不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龙哥，你来真的，帮我宣传宣传。你们那片要是有官司要打，记得找我啊。晴晴，我又见到你了。我弟，他没了。什么？亮子死了？上一世，亮子惨死，我带兄弟们去报仇，却中了埋伏。对方绑架了晴晴，兄弟们全军覆没。晴姐，到底怎么回事？亮子给公司加班，活活累猝死了。既然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就用法律给亮子讨回公道，保护所有人，不让悲剧重演。
我是看着亮子长大的，早就把他当成亲弟弟了。他是咱们里面最有出息的，明明有大好的未来，如今却被人这么糟蹋没了。青青，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他讨回公道。李晴是吧？我是大洋商贸的田老板。首先，对于小李的去世，我深表遗憾。但是，因为李亮死了，他的项目烂尾了。按照他跟公司签的劳动合同，这属于重大过失。公司的前期投入和项目违约金需要由你来替他还清。我弟弟给你加班1个多月，活累死了，你人都没了。他是没了，但债务还在，这是传票，准备好去法院硬座吧。要是还不上钱，你的房子就会被查封抵债。放你娘的屁！我在和当事人沟通，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你特么算哪根葱？从现在起，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因为我是他的辩护律师。哈哈哈哈哈！就你还律师，穿的跟个黑社会似的，你认识法字怎么写吗？劳动合同法里写的清清楚楚，只有劳动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单位造成损失，单位才能要求赔偿。你张口就说李亮有重大过失，拿出证据来。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算什么东西？少多管闲事！青青，咱们还要反过来起诉他。员工在工作期间死亡，必须赔偿工伤死亡赔偿金，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工伤？哈哈哈哈！小李可是半夜死的，算什么上班时间？想告我，门儿都没有！我不跟你们废话，我们法院见。阿龙，他们的律师那么专业，咱们真的能打赢官司吗？青青，相信我，我一定会让害死亮子的人付出代价。龙哥，你说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先打入敌人内部，搜集田丰公司压榨员工、李亮长期加班的证据，我们才能稳赢这场官司。龙哥，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立刻出动打入内部，把人抓来。都干啥呢？把家伙事都放下，用不着。龙哥，这衣服太紧了，根本伸展不开拳脚，一会儿打架。停！谁跟你们说要打架了？不打架，那怎么打进去啊？今天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应聘成为员工，趁机搜集证据。记住，一定要低调，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分头行动。走了。这么多人，就你的销售额倒数第一，对不起，这就是倒数的惩罚。你来，一看你就力气大，你帮我继续打，让他们都记住，在我这里不努力就没有好下场。你确定？打人这不好吧？我让你打，你就打，听不懂人话是吧？现在就打，给我往死里扇！打，快打！好，打！打他妈的，往死里打！打！打！打了你愣着干什么？到底要我打谁啊？一会儿让我打他，一会儿让我打他妈的，你搞得我好混乱啊！你敢打我？大家都听见了，他刚刚亲口说我让你打，打吧，我只是照做而已。你们所有人都是证人。你被开除了！糟糕，忘了自己是来求职的了，忘了我得保持低调。龙哥，这地方太糟糕了，他们的心比黑社会还黑。哥几个看不下去，动了手，被赶出来了。龙哥那么厉害，肯定成功了吧？我也没忍住。龙哥，要我说，不如让兄弟们打进去，几拳头下去，他们一定实话实说。打出来的证据，法院不认，我们必须智取。看来，我们得换个办法。恩人，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我想报答你，不管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都愿意做。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不愧是龙哥，龙哥，就提最过分的那种要求。我的要求可能会很过分哦，你也能答应吗？我愿意。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这么着急吗？你会不会太猴急了呀？我们才刚认识，虽然也不是不行，可是什么呀？可是不抓紧找你经理拿到你公司虐待员工的证据，我们怎么办？拿证据？不然呢？好了，你陪我们演出戏就行。你是白天那个新人？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大洋商贸的地盘，你们要是敢乱来，田总不会放过你们的。少废话，把你们公司考核记录、业绩要求、培训员工的监控都整理给我。这些都是公司机密，你们要这些做什么？想活着，就老实交代。哼，吹什么牛？有本事杀了我啊！你们把他怎么了？我的耐心有限，如果你不愿意配，我就换下一个。反正你们公司的员工那么多，总有一个会开口。3、2、1，我配合，我配合。王小姐，多谢你陪我们演了这场戏，证据都拿到了，辛苦你了。这就完了？我还以为王小姐以为是什么？已经演完了。恩人刚刚不是说要提过分的要求吗？我愿意的。让你演戏就是过分的要求啊！这只是我应该做的，希望你们能替李亮和大家讨回公道。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的。徐律，这案子必须赢，我要用来给下面那群人立威，堵死他们的嘴，看清楚跟我作对的下场，乖乖的给我卖命。田总放宽心，等这个官司打完了，我徐宇在绿道圈又能刷新一笔漂亮战绩。您呢，资金回笼，人心设法，高枕无忧。今天是庭前调解，请双方各自陈述诉求，协商底线。法官大人，被告律师请尊重法庭，起立发言。忘了这茬，10年前调解庭还得起立发言。看看，连法庭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穿个西装就以为自己是律师了，一身流氓气，纹身都藏不住，估计连法条都看不懂吧。法官大人，被告方似乎不是来调解的，而是来捣乱的。法官大人，我方诉求明确，被告李亮在职期间严重失职，因个人原因造成我方巨额损失，只要被告赔偿我方损失300万，我方就撤销起诉。对方说的头头是道，阿龙他从来没上过法庭，真的能行吗？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意见？法官大人，这是我们查到的300万损失的真相。田总，他手上有你的证据。不可能，这些损失都是我们伪造的，做得很隐蔽，他们不可能查得到。这300万的第一项是场地租金费，可实际上他们租的是自己公司名下的仓库，根本不需要支付租金。第二项，差旅费80万，可实际发票显示是公司高层去国外旅游，吃喝玩乐。根据劳动规定第180条规定，员工个人消费支出不得纳入公司账户，又何谈项目损失？他竟然真的懂法！那些我听不懂的法律术语，他怎么能用得这么熟练？就像是已经打赢过无数次这样的官司。法官大人，对方所谓损失皆与李亮的死无关。现在我要谈的是原告欠李亮的债。我方要求对方支付李亮的工伤死亡赔偿金。李亮是在自己家里深夜休息时间猝死，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李亮死前1个月连续加班29天，他的每一分疲惫都是给你们加班加出来的，这笔债你们赖不掉。法庭讲证据，你方所谓的加班有证据吗？考勤记录在我方手里，显示他作息正常，你的指控毫无依据。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法官大人，我方愿意准备好相关证据材料，等候法院开庭通知。届时咱们法上见，想庭外和解，没门儿。法庭见就法庭见，我告诉你，调解是为你们着想，上了法庭只会让你们赔的更多，不过是2只蝼蚁。你有胆再说一次？怎么着？调解室内你还敢动粗不成？法官大人，这人不仅颠倒黑白、伪造损失，还在调解室内肆意喧哗、拍打桌子，分明是藐视您，藐视法庭纪律。原告代理人警告一次，禁止喧哗挑衅。如果在正式法庭上还出现这样的过激行为，将依法处理。你不要脸，故意设套陷害我！有阿龙在，一定能为弟弟讨回公道。既然调解不成，那就等待开庭。他竟然找到了这么重要的证据，还设套算计我。银河市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号律师？徐律，现在怎么办？这闹到法庭上，要是输了，我不仅要赔偿，还可能被曝光啊！慌什么？这次不过是他侥幸，在法庭上，我一定要打得他落花流水。我总觉得他这人不一般，敢跟我斗，当我田丰是吃素的。山鸡哥，是我小田呀，我最近遇上个硬茬，有劳您亲自出面。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银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今天备受关注的李亮猝死赔偿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本台将持续为您播报现场情况。徐律师，您是咱们银河市年轻一代律师的翘楚，从来没输过。这次您代理田总的案子，面对对方那个半路出家的律师，你有没有把握？把握谈不上，我只是更敬畏法律而已。我会拿出充分的证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某些骄傲不大的新人律师一些颜色看看。请大家拭目以待。李小姐，方便再讲讲您的情况吗？我马上就开庭了，阿龙怎么还不来？龙哥，你说田丰那小子会不会玩什么阴呢？我早就想到了，他肯定会不甘心，说不定会在半路拦着我。龙哥，前面被几辆黑车拦住了，过不去了。陈龙，我劝你识相点，乖乖放弃李晴的案子，否则今天你们别想赶到法院。陈龙，我劝你识相点，赶紧放弃那个案子，不然我身后这些兄弟可不会放过。我已经幡然醒悟，改邪归正，走上正途，开律所，做律师。你们打打杀杀的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来我的青龙律师事务所，跟着我学法律，做正当的工作，不用再靠打架大头谋生，不好吗？龙哥，跟他们废什么话？他们根本听不懂，不如直接动手收拾他们一顿，赶紧去法院。不行，我们现在是律师，是讲法律的人，要依法办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暴力解决问题。小混混碰上真黑刀就怂了，你们不敢动手，那可惜了，有人要没命了。王冉，你们竟然敢动他！打他怎么了？出卖公司信息，这就是下场。陈龙，我最后劝你一次，放弃案子，否则他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做梦！给我上！兄弟们，根据和平管理规定，他们主动动手伤人属于违法行为，我们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现在动手，上！
不可能，我找的可都是专业的地下打手，你们明明就是一群小混混怂包，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这一巴掌是替李亮打的，这一巴掌是替王然打的，这一巴掌是替所有被你们压榨欺负的员工打的啊！山鸡哥，你快过来替我们报仇，兄弟们被欺负了！山鸡，来，你让他来，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动我一根手指头。等着吧，山鸡哥他可是咱们银河市最厉害的地下大哥，你们死定了！我等着。谁敢这么大胆，敢欺负我的人，不想活了！山鸡哥，就是他，把我们都打趴下了，你快收拾他！山鸡哥，你快把他废了！这小子太狂了，还说您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山鸡，我叫你改邪归正，你就是这么听我的话的。龙哥，属下不知是您，多有冒犯，求龙哥恕罪啊！龙哥，山鸡哥，您怎么会给他下跪？他到底是谁啊？我山鸡都是跟在龙哥屁股后头混饭吃的。龙哥一句话，整个南城都得抖三抖。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还不赶紧给龙哥道歉！这怎么可能？他不就是一个刚开张的小破律师吗？怎么可能是这么厉害的人物？让你给龙哥道歉，你耳朵聋了？龙哥，我错了，我真不知道是您，是田丰这孙子坑我。带着你的人滚，别挡路。谢谢龙哥。现在能好好去法院了吗？还是说你还有别的大哥要叫？妈的，不过就比山鸡厉害点，能打又怎么样？山鸡怕，老子可不怕。陈龙，你狠，今天我认，但你别得意。法庭上，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法律。我会在法官面前让你输得一败涂地。行啊，我等着，法庭上让你死个明白。被告律师调解庭说的大言不惭，真的开庭了却缺席，不会是没有证据，怕丢脸干脆不来了吧？不是的，他一定会来，一定是路上出了什么事耽误了。审判长，被告方律师缺席，这是藐视法庭，应视为放弃权利直接审。不是的，成龙不是缺席，他马上就能赶到的。审判长，法庭有纪律，不能因个人耽误大家时间。同意，先开庭，原告方开始吧。李小姐，我问你答，你弟弟李亮是不是自己熬夜玩才出事的？跟公司无关，对吗？不是，他是加班。加班有证据吗？有签字单吗？他在宿舍出事，非工作时间，你承认吗？我不是，没有。但是回答是或不是，你含糊就是默认。我没有，我弟弟就是加班猝死的。证据呢？拿出来。证据在陈龙手上。那他人呢？阿龙，你快点来啊！你再不来，阿亮就真的要枉死了。审判长，被告既无证据，又无辩护律师，我方证据确凿，我看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可以直接宣判了。阿亮，姐姐对不起你。审判长，被告代理律师陈龙到庭。我去，这是律师，看着就刚打完群架，走错片场了吧？我看这官司不用打了，几个混混能打得明白啥官司？抱歉，让你久等。肃静！审判长，抗议！被告律师严重迟到，现在又这副样子出现在法庭，这是对法庭的侮辱。我请求法庭禁止他继续代理，一个混混没资格站在这里。你放屁！姓徐的。被告律师，解释。审判长，来的路上有几辆车，10几个人拿着棍棒，不想让我出现在这儿，但是我解决了，也来了。我这样子确实不像正经律师，但我像不像律师跟官司无关，打官司争输赢不靠样子，靠证据。审判长，我的仪容和迟到问题，庭后我会提交详细说明。
并接受法庭任何合理处罚。但现在，请继续开庭。关于本案的所有证据都在这里，真相也在这里。法庭同意，开始吧。审判长，这是李亮死亡前1个月的监控记录。监控显示，他经历了至少1个月的非法超强度加班。我方提出的证据明确显示，公司并未安排过量的工作内容。我方合理怀疑李亮是蹭公司的网络和电，才留在公司这么晚。你还真是比我想象中更加的卑鄙，这种话都讲得出口。审判长，我申请证人入庭。公司给我们每个人都定了过量的业绩目标，完不成就要罚款、当众辱骂，甚至挨打。李亮的指标最重，所以他加班也是最严重。胡说！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我方绝没有用这种方式逼迫员工加班过。我看就是这个王冉收了好处，所以才这么说的。员工的话不可信，但领导什么意思？审判长，我申请请第2位证人入席。同意。你们拦我干什么？找你聊聊大洋世贸李亮累死在岗位的事。空口无凭，我不知情。真要装傻？再不老实，今天别离开巷子。别动手！我说我愿意出庭作证，实话实说。记住今天的话，法庭如实陈述就行。我是李亮的领导，我能作证，公司确实有逼迫员工加班、体罚员工的情况。黑心公司吃人解馒头，太无耻了！把人累死还要靠人家姐姐。审判长，大洋公司模式生命违法压榨体罚员工，严重违反劳动法。我方要求大洋公司必须给李亮家属应有的赔偿。原告方有无反驳？审判长，那些证据是假的，都是他逼的。陈龙，这个黑社会早上带人伏击我，把我打成这样，威胁我必须输掉官司，不然就要我的命。这些员工肯定也是他用暴力手段胁迫出庭做伪证的。难道我们真的被骗了？证据真的是打出来的？这个陈龙看上去确实就是黑社会，感觉很有可能。王经理，刚才那些话是陈龙逼你的。你放心，只要你把真相说出来，公司可以不追究你泄露公司机密、损害公司声誉的事。证人，你的指控是否属实？别怕，告诉大家真相。你也不想背负100万排查金，彻底远离这个行业了。是陈律师暴力威胁我这么做的，公司没逼员工加班，我撒谎了。我不伪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简直是人渣！法官，抓他，别放过他！证人当庭翻供，证实被胁迫，陈龙暴力逼取伪证，其刑可诛。请求法庭宣布所有不利证言无效，并严惩陈龙。肃静！被告律师陈龙暴力胁迫证人作伪证，控制起来，暂时关押。等一下，审判长，我有证据证明我从未暴力胁迫证人作伪证。暴力欺诈者就要受罚，不听话，想想你们合同上的违约金，不死我也有100种方法让你们脱层皮。暴力欺诈者就要受罚，不听话，想想你们合同上的违约金，不死我也有100种方法让你们脱层皮。质疑，审判长，这段录像的真实性有待考究，是合成的。录像证明2件事：第一，大洋公司长期用暴力违法合同胁迫员工；第二，今天是田丰策划并实施了暴力袭击，我方是正当防卫。怪不得刚才那个员工一听到合同立马就改口，原来是一直在被威胁。这种黑心企业赶紧倒闭，简直是害人。审判长，大洋公司长期违反劳动法，强迫员工超强度加班，并存在职场暴力、以违法合同威胁员工等恶劣行为。这些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亮的死亡。李亮的死，公司要负全责，他的家人必须得到赔偿。我们要求法庭严惩元凶，还死者公道，
还生者正义。法庭认为，李亮的死和大洋公司有直接关系，现判决大洋公司赔偿李亮家属180万抚恤金。阿龙，谢谢你。青青，亮子的公道我们讨回来了，以后我们代替他的那一份好好生活。我的银行账户怎么会全部冻结？田总，忘了告诉你，我呢为了防止某些人耍无赖，在开庭前就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也同意了。你名下的财产加起来刚刚好，够赔偿金。我们走吧，赔偿金很快会到账。陈龙，我绝不会放过你！你给我点时间！陈总，不好了，出大事了！你表妹芳姐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芳姐出去偷情被赵成刚撞脱，芳姐一着急就拿刀要砍他，结果不知怎么的反倒被赵成刚砍死了。这个蠢货，我早就告诉他玩归玩，把屁股擦干净。我现在都自顾不暇呢，哪有空管他这些破事儿？妈的，净添乱！田总，祸兮福之所以，你表妹今天的悲剧，或许正是我们反击的绝佳机会。就按你说的办，陈龙，你的报应马上就来了。陈律师，今天您在庭审中打败了业内第一个知名的徐玉律师，成功为反受原告赢得了官司，您有什么感想吗？打官司认准青龙律所。陈律师，我问的是您的感想，不是律所的宣传语。那就是我的感想啊。来，兄弟们，敬龙哥，这一仗打得漂亮，敬龙哥。是兄弟们一起努力的结果，吃，都放开吃。他们不会是因为官司来报复我们吧？吃个饭都不安生，龙哥，我这就把他们赶走。不用，开门，看看他们唱哪出。哟，陈律师，庆功宴呢？恭喜恭喜啊！怎么输了官司不服气，来找茬的？陈律师，别误会，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恰恰相反，我们是来谈合作的。阿龙，小心，他们一定没安好心。合作？徐大律师、田总，我们之间有什么可合作的？陈律师的青龙律所刚起步，需要案子打开局面。我们手上恰好有一个很有分量的案子，觉得陈律师或许会感兴趣。徐律凭什么认为我会接我的手下败将给的案子？陈律不妨先听我介绍完案子。案子很简单，田总的妹妹田芳出轨偷情，被其丈夫赵成刚反杀。现在的情况十分不利，我们田总对他妹夫的遭遇深感痛。你妹妹被害了，你让我给凶手辩护？哎，这不是，男人懂男人，我相信妹夫一定不是故意的，这里面绝对有天大的渊源。你会这么好心，当我们傻呀？拿这种必输的脏案子来坑我们龙哥？就是，谁稀罕你们给他3瓜2枣？赶紧滚！您刚开业，这案子虽然书面较大，但律师费田总将按顶额支付，您就当练练手，赚笔快钱。滚滚滚！这案子我接。我就知道陈律师深明大义。那陈律师，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法庭见。这个案子已经登上头条了，社会影响很恶劣。你为杀人犯辩护一定会被骂，要不还是算了。龙哥，我现在就把他俩调回来，把案子回绝了。回来。他们刚在咱们手里栽了跟头，现在恨我入骨，主动来送案子，无非就是想害我。哥，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接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今天能弄个杀妻案来坑我，明天就能弄别的。况且，这种人身上背的恶事一定不少。不如趁他们这次露出尾巴，顺藤摸瓜，把他们做过的脏事全挖出来，送走公局子。杀妻铁案，民意汹汹。陈龙啊，陈龙，为杀人犯辩护，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律师行业里混？不止如此，他教唆被告翻案，伪造证据，这次我要彻底把他送进监狱。
我是你的辩护律师陈龙，人真是你杀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丈夫他出轨，知道他和前夫说谎，儿子也不是我的。我情绪激动要离婚，他不同意，我坚持离，他就拿着刀冲过来，我吓坏了去抢，不知怎么就伤到了他。这事是我的错，我甘愿接受法律的一切处罚。惩罚？你是正当防卫，为什么要受罚？正当防卫？他拿刀砍你，是不是请求？是。你夺刀是为了阻止他砍你，对不对？对。那你就不是故意杀人，是正当防卫。督考看证据，所以只要找到能证明他出轨、有暴力倾向的证据，就能还你清白。张律师，谢谢你，我一定配合，感谢你。记住，我没罪。龙哥，田芳的情夫就是他，雷虎老六的人。是他呀，彪子，把人带来。明白。龙哥找你有点事儿，和我走一趟。你谁呀？滚一边去，没空。由不得你。怎么，想练练？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都出来！赶紧滚！再不滚，老子让你们爬着出这条街！龙哥，你面子挺大呀，还要我请。龙哥，我不知道是您找我，我要知道借我800个胆子，我也不敢不去啊。我是赵成刚的代理律师，现在就赵成刚杀田芳案件和你了解情况。律师？你和田芳什么关系？田芳，我们俩是相熟，但是我早就想和他分手了，是他不同意。一提分手就动手，我也是被逼无奈。他有没有和你说过赵成刚的事？我早和田芳在一起了，他贪钱跟了赵成刚，又说用他的钱养我，我就同意了。还真不是个东西，我真想……龙哥，我知道错了，求您饶了我吧。想将功补过吗？想。龙哥您吩咐。上法庭当证人，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法官。好，我一定配合龙哥。龙哥，田丰带了一大帮人和记者堵了律所，拉横幅骂您为杀人犯辩护。赵成刚害了我妹妹，这个无良律师陈龙为了钱竟给他辩护，还有良心吗？现在律师真是什么钱都敢赚，这种案子也接。就是，你看那人哭得多伤心，太可怜了。就是。田丰，这案子是你自己送到我面前的，现在来演这出什么意思？瞎说，我会帮仇人辩护，分明是你为钱接了案子，还颠倒黑白。听说就是黑社会出身的律师，当过黑社会的能有什么底线？真是不择手段！无良律师陈龙，杀人犯的帮凶，这种律师该滚出律师业！滚出去！废弃律师！田丰，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赵成刚只有被判故意杀人死刑，财产才能全归你这个亲哥哥。我的当事人愿意把所有的钱都赔给你，只想留条命。我和我妹的感情不是能用钱衡量的，你这是在羞辱我！既然你无心索要财产，不如签一个自愿放弃财产协议，到时候赢了官司，财产全归你的父母，这样也避免人多想案。答应他，你本来就不是为了钱，要的是杀人偿命。就是，有钱就能杀人了？怎么不说话了？不敢，还是不想？我找律师给妹妹打官司不花钱啊？他这话的意思是要钱。
刚才哭妹妹那个伤心劲儿呢，怎么一提到钱，眼珠子都瞪圆了？妹妹的仇要报，但妹妹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拿，真是兄妹情深啊！真相如何，法庭会判。但我提醒田总，法律讲证据，不演戏。你今天的行为已经构成寻衅滋事，1分钟后我报案。你给我等着，今天法庭上一定让你好看。被告人赵成刚故意杀人一案，现在开庭。第一组证据：带血尖刀1把，经鉴定，刀上指纹与赵成刚吻合，血迹 DNA 与田芳一致，这就是凶器。第二组证据：被告人现场供述。我杀了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方坚持被告人死刑，必须死刑，杀人偿命。你想要给他减刑，我们绝不同意。谁说我要为他做减刑辩护？我要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什么？无罪？我妹妹被他赵成平用刀活活捅死，他自己都认了。现在他的律师居然敢说无罪，杀人不用偿命了吗？就是必须死刑，杀人偿命。这种黑心律师不配站在法庭。安静，审判长，我方对辩护人毫无根据的无罪辩护表示震惊和愤慨。法律是庄严的，不是个人表演的舞台，更不是哗众取宠的工具。辩护人，你必须为你所说的话提供事实的依据。龙哥，替赵成刚完全脱罪不现实，别勉强。审判长，我说无罪不是空口白话，我手中有证据能证明被告赵成刚无罪。陈龙，你的证据不会就是你那张胡说的嘴吧？铁证如山，还想翻案？做梦！你刚当律师还没多久，我提醒你，今天拿不出证据，律师执照就要没了。安静！辩护人，立即出示证据。若证据无力，你要承担后果。是审判长，但在传唤证人前，请允许我再问被告人几个问题，厘清案发瞬间的关键事实。赵成刚，请你详细讲述案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天我撞破田房出轨，还得知儿子不是我的，我提出离婚，他不肯，从厨房拿刀要杀我，我去抢刀。你放屁！我妹妹都被你杀死了，你还给她造谣，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审判长，被告当庭翻供，我合理怀疑是律师教唆。杀人犯什么谎都敢撒，教唆翻案，这种律师该抓进去。审判长，我方将一一证实被告的话。我申请传唤第一位证人雷虎。证人，你和被害人田芳是什么关系？是情人关系。田芳和赵成刚的儿子是你的孩子吗？是。他拿我和孩子的头发验过。我知道。你和田芳的感情如何？我也早就想分手了，只是他下手狠。我提分手他就打我，我不敢还手。什么？审判长，田芳出轨施暴，证人已经证实，对方说他是被家暴的受害者，根本不成立。就算我妹妹有错，刀在她手里，人是她害的，法律不能偏袒凶手。辩护人用被害人的品格问题来讨论案情，这不改变事实。被告人持刀致人死亡，证据确凿。说得好，徐检察官，法律评价行为，那么就让我们来评价一下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行为。我方申请播放第二份关键证据现场勘验报告。允许。根据血迹形态学，这几处地落血表明受伤个体曾在移动，方向是从厨房指向客厅，而沙发前的血泊和喷溅血是最终受伤倒地的位置。这又能证明什么？请问，一个被故意追杀的受害者会自己从相对安全的厨房跑到相对开阔的客厅去等死吗？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田芳在厨房拿到刀，并在争执中受伤，然后他持刀追向客厅的赵成刚。
赵成刚的供述与客观血迹痕迹完全契合，一个被长期欺骗、面临死亡威胁的男人，在妻子突然持刀扑来的瞬间，他夺刀反抗，是故意杀人还是求生本能？所以，我方坚持认为，被告行为应当是自我防卫，不构成杀人行为。原告，你们是否还有证据佐证杀人行为？本庭将对控辩双方全部证据意见进行最终评判。现在休庭，等待判决。陈龙，你给我等着！证据、口供、舆论都在我面前，能输？事不过三，再有下次，你懂的。老板，都是那个陈龙，他黑白通吃，挡了您的路。阿勇，来一下，明天之前我要青龙律师事务所消失。谢谢老板，阿勇出手，肯定万无一失。办好你下次的事儿，滚吧。龙哥，法官能信咱们吗？相信龙哥。网上支持多了，但有人说防卫过当也得坐牢。故意杀人的罪名已经解脱，剩下的等法院评判。敢来砸场子！阿勇，上一世就是他害得李青和兄弟们惨死。上一世的悲剧绝不能再次出现，这一世，我要用法律和他们背后的人，一个一个全都送进去，让所有人都要好好活着。彪子，退下！所有人不准动手！龙哥，他们摆明了欺负人。哦，陈大律师，怎么拦着你这些兄弟啊？刚才在法庭上不是挺明说的吗？什么正当防卫，头头是道，现在真刀真枪来了，怂啊！徐宇，闯入合法经营场所，毁坏财物，言语威胁，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寻衅滋事，情节严重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带的这帮人都是共犯。我现在报案，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你费这么大劲儿，带这么多人，就为了来砸我东西？说吧，到底想干什么？好，既然你问了，我就明白告诉你，陈龙，你挡路了。律师这块不是你这种混混该待的人，我要你公开宣布退出律师界，永远不再接任何案子，滚出银河市！让我退出，就凭你给脸不要？阿勇，这是你自找的！给我上，打到他同意为止！砸！把这里全给我砸了！上，注意点，别打字。哈哈，陈龙，你完了！聚众斗殴，持械伤人，我明天就去司法局举报你。那律师证，等着被吊销吧。监控拍着呢，是你们先动手，我们正当防卫。信号屏蔽器从我们进门就开了，今晚的事儿没证据。督察来了，阿勇他们也会说他是你们的人，受害者只有我一个。陈龙，你拿什么辩？龙哥，监控真没了。陈龙，我可以给你条活路，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然后带着他们滚出银河市，永远别回来。不然，今天的事，你们这些人没个3、5年出不来。你呢，律师执照也会被吊销，这辈子都别想当律师了。龙哥，别跪，大不了我们进去蹲几天，出来不干律师了，回去争地盘，咱们也能养活自己。对，龙哥，咱们不怕他。
咱们共击碎！多好的兄弟啊，可惜跟错了人。陈龙，你就为点面子，就让你这么多的兄弟们全部进去蹲大牢，你这大哥当的可不地道。我陈龙就要在这儿继续做律师。辛茂茂，耳熟吗？如果我的消息没错，辛茂贸易找你打侵权官司，你为他做证据造假，赢了官司，我说的对吗？你怎么会知道？阿勇，哦，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叫你血手？3年前陈玲失踪案，你是做的，让我猜猜，陈玲现在应该在南阳被你控制起来。哦，血手做的每一件事，你们都参与了吧？证据造假、绑架、偷渡，这些罪是蹲几天就能出来的。跪下！2条道，生或者死。陈律师，什么意思啊？第1条，生路，3天时间留给你们和家人告别，把你们那点破事全吐干净。自首，法律上算你态度好，说不定枪子能绕着你走，捡条命在牢里蹲到。第2条死路，我亲手把你们的证据送到媒体上，让所有人开开眼，证据一曝光，全民喊杀，那就是铁案。到时候可就不是自首，是特金上门，直接带重铐。我保证，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得吃枪子，而且是最快的那批。想出来，下辈子。龙哥，我选生路，我自首。去，我们去，3天，就3天，我们一定去。证据您千万收好，别公开。记好，3天，要么我看新闻，要么我帮你们上新闻。滚蛋！大哥自首了就不用枪毙了，是真的吗？枪毙你的头脑子呢？咱们干那些事儿够枪毙8回了。自首？自首就是去刑场排队，晚死几天而已。那不去，他真把证据捅出去怎么办？那不是死更快？这是想置我们于死地。不过只要他先死，我们就安全了。没错，让他闭嘴，什么事儿都没了。龙哥，牛逼！2条道画的明明白白，看把那俩怂货吓得差点尿裤子。龙哥，你手上的证据真的那么厉害，竟然能直接毙了他们？我哪有什么证据，吓唬他们而已。龙哥，你抓他们，那他们回过味来，不仅不自首，肯定要来跟咱们玩命啊！我要的就是他们来玩。啊？狗不逼到墙角不会亮眼，他们怕死，就一定会去找最能保他们命的人，用最狠的手段来除掉我这个威胁。这3天足够他们露出更多的马脚，告诉我他们背后究竟是谁。明白了，龙哥，你这是拿自己当鱼饵，钓他们后面的大鱼，高啊！青青，借我一笔钱，3天后原封不动还你，要现金。太无懈可击可不行，得露出点尾巴给他。彪子，盯死徐宇，看他联系谁，钱往哪儿走。有才，盯住血手。大头，出去放风，顺便传点消息出去。陈龙，看来是我小看他了。我和阿勇得到消息，陈龙好赌，欠了一屁股债，不如我们趁机做掉他。老板，我和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带人要他的命。用刀，那是最蠢的办法。既然他想玩法律，我们就用法律玩死他。赌债还钱可拿不到明面上，利用这一点，就能打死陈龙，胁迫雷虎做伪证了。教唆胁迫证人做伪证，至少10年起。我明白了。这次证据链做足做真，别再出岔子。是。徐律师，这是100万现金，这是去出国的机票，庭审结束就走。新的身份，那边有人接应的。条件呢？明天开庭，你要当庭翻供，说你之前那些证词都是陈龙逼你说的，他威胁你，如果不按他说的做，就让你在银河市消失。这是诬陷，是犯法的。我能和你担保，你不会有任何事。雷虎，想想清楚，这可是100万和一个全新的开始。拿了这些去白象国过好日子不好吗？有钱不赚王八蛋，干！龙哥，
查出来了，徐宇背后的人是赵山河。银河集团的赵山河，这下麻烦了。赵山河是银河市首富，黑白通吃，娱乐、房地产、律所，几乎一半产业都有他的股份。我们之前对付的那些人，田丰、徐宇都只是他手下的小角色。难怪这么难搞。既然树大根深，我就一根一根挖；关系网复杂，我就一条一条解。就从这条最急的狗开始。第3天了，徐律师，你还真是称职，死到临头了还要坚持出席。我当然得来见证陈律师光荣时刻。陈龙，你少嚣张，过了今天你就该在监狱里数日子。徐律，按你说的做，真的能赢官司吗？当然，田总，你就等着拿遗产吧。经合议庭评议，被告人赵成刚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辩护人提出的正当防卫意见成立，现判决如下：被告人赵成刚无罪。审判长，等一下，我要举报被告辩护人陈龙律师教骚、胁迫证人作伪证，严重妨碍司法公正。我的天，律师自己犯法？不可能吧？陈律师不像这种人啊！你放屁！我大哥从来没做过这种脏事儿，你这是污蔑、诽谤！徐律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是重罪指控。法官，我妹妹死得不明不白，现在连个公道都讨不回来。原来是有律师在背后搞鬼，求法官做主，求大家还我妹妹一个清白啊！审判长，我申请传唤证人雷虎。雷虎，你之前的证词是不是陈龙逼你说的？是，都是他逼我说的。他说我要是不听话，就让我在银河市待不下去。我和正方是清白的，他就是我一个学员，而且我亲眼见到过他身上被家暴留下的伤。原以为是为民伸冤的好律师，没想到竟然是这种人，人还是得貌相。抓起来，好好查查，说不定还干过什么坏事呢。审判长，陈龙利用其黑道背景，暴力胁迫证人作伪证，证据确凿。我请求法庭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撤销其律师资格，当庭逮捕。陈龙律师，你有什么要说的？雷虎，你说我给你钱了？给了100万。100万，徐律师，你真看得起我？我刚开张的小律所哪来的100万现金？你是没有，但李晴有。他上个案子刚拿了180万赔偿金，而且李晴的账户刚取出100万，没多久雷虎的卡上就多了100万。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儿？没错，李晴是取了100万，不过这笔钱不是用来收买证人，空口白话。李晴提的100万还在我手，我又哪里来的钱给他呢？这怎么可能？你不应该已经拿钱去还赌债了吗？什么赌债？我这个人最恨赌博的人，自己更是不会碰。徐律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不准啊！至于雷虎账户里的100万，徐律师，需要我告诉大家，是通过哪个境外空壳公司，在什么时间由谁转入的吗？天杀的！原来徐宇才是坏人！天啊！原告律师涉嫌栽赃陷害，反被对方律师当场揭穿。雷虎，你以为拿了钱办了假护照就能远走高飞了？在法庭上做伪证是要坐牢的。伪证罪情节严重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徐宇给你的那100万没有签赠与协议，随时可以追回，还能轻轻松松把你告上法，给你安个经济犯罪。到时候你不仅要坐牢，出狱后还得背一屁股债。我说，是徐宇。是他昨天找到我，给我1箱子钱，让我今天翻供指认陈律师。他说事成之后送出国，保我下半辈子富贵。审判长，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徐宇律师为达到非法目的，教唆贿赂证人作伪证，诬告陷害同行，其行为已构成犯罪。我请求法庭依法处理。法警将徐宇、雷虎2人收押，本案将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陈龙律师，你的当事人赵成刚无罪释放。陈律师，谢谢您救了我一命。好好生活，珍惜这条命。龙哥，今天太他妈解气了。不过龙哥，徐宇进去，赵山河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咱们是不是得提前预防呀？是啊，咱们这是把他最得力的狗腿子给废了。他不动我还不好整，他动正好给我抓住他把柄的机会。废物，都是废物！老板，徐宇这个胆小的进去了，该说的不该说的全说了，咱们法院里的线全被剪了，还有阿勇也已经被抓了。另外，我们在城南的2个项目也受牵连，被暂停审查了，初步估计损失
至少3000万。陈龙，好一个陈龙！我小看他了，能在这么短时间把我的左膀右臂全都砍断，这样的人要么为我所用，要么……老板的意思是，安排一下，我要亲自会会陈龙律师。是。有才，这题选啥？表哥，我感觉这题应该选 C。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大家休息一下，吃点水果。阿龙说了，牢记结合最重要。你们3个最近这段时间进步挺大啊，正确率都能到50%了。嘿嘿，龙哥，我现在做梦都在背法条。你说等咱们都考上律师证，是不是就能正儿八经接案子赚大钱了？那肯定啊！到时候咱们青龙律师事务所名正言顺，看谁还敢说咱们是混混。等拿了证，我必须得好好显摆显摆。你们放心吧，只要你们把证考下来，就都是律所合伙人。你龙哥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们？我们相信龙哥，为了当合伙人，也一定好好学习。阿龙，这样的日子真好，大家都走在正道上了。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陈律师，初次见面，赵山河。赵总，早有耳闻。上一世害得兄弟们和李青惨死的幕后黑手就是他，这一世我必须要让大家都好好活着，亲眼看你被惩罚。我今天来是想和陈律师交朋友，谈合作，不如咱们换个地方，单独聊聊。好啊。陈律师，第一次来啊，我敬您一杯。陈律师好帅啊，怎么保养的？还是赵总会享受啊，这地方美女如云，酒也好。陈律师喜欢就好，男人嘛，年轻时拼杀，成功了就该享受，这才是人生。赵总说的对，人活着最终目标就一个字儿，爽，该享受就得享受。我还以为是什么难啃的骨头，没想到几个女人一瓶酒就打发了。陈律师是痛快人，我就不绕弯子了。我看中你的能力，我的银河集团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旗下产业多，法律事务也多，尤其需要一位能帮我处理麻烦的律师，你就会是。赵总，你手底下的摊儿可都不小啊！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年薪300万，年底还有分红，案子另外算佣金。300万，赵总大气啊！签了他，以后你就是我的人。另外，今晚这里的消费算我的，你想玩什么，玩多久都行。报酬真是丰富，不过我有个疑惑，赵总，你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拉揽过很多人，让他们为你做脏事？你什么意思？赵总，合同我就不签了，你的钱太黑，我不敢要。陈律师，你是在耍我？赵总严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陈律师，我赵山河请人喝酒，还从来没有喝到一半就走的道理。陈律师，我们老板请你喝酒签合同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赵总，谈生意不成就要动粗，这可不像是大企业家的做法。对付什么人，用什么方法？陈龙，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要么签了合同为我卖命，要么彻底消失。我都不选。赵总，你的手下不太行啊。好身手，可惜光能打没用。
这个人在这里发酒疯闹事，想对女服务员用强，我的手下看不过去劝阻，被他打成这样。我还以为他今天非要我的命不可，搞这么大原来只是想把我送进去。不过人证物证抓人一条龙服，赵山河准备打得挺全。龙哥怎么还不回来？电话也打不通。那个赵山河不是什么善茬，我担心阿龙这么厉害，不会轻易被欺负的，大家别吓自己。说好了，龙哥被抓了！不好了，龙哥被抓了！突发，知名律师陈龙会所闹事，涉嫌强制猥亵、故意伤害，被警方带走了。放他娘的屁！龙哥绝不会干这种事儿。一定是赵山河那个老王八把龙哥阴了，这个卑鄙小人！阿龙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一定要还他清白。阿龙，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对你做什么？有没有欺负你？我没事，好吃好喝，倒是你眼睛都肿成核桃了，肯定没睡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了？新闻我都说的那么不堪，我绝对不信你会做那种事。你放心，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对会想办法救你出来。青青，听我说，银河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一定没有一家敢接我的案子。难道就让他们这样冤枉你，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不需要别的律师，别忘了，我自己就是个律师，我可以为自己辩护。可是阿龙，现在所有人证、口供、物证都在他们那边，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连个帮手都没有，怎么辩啊？青青，你相信我吗？我当然信你。那你相信我，我不需要去找新证据，我就用他们准备好的那些证据来打这场官司。他们看似把事情做得完美无瑕，但其实破绽百出。我已经找到破局的办法了。好，我相信你。没想到平时看着正义的律师，却是一个知法犯法的混蛋。听说人赃俱获，他估计也知道自己逃不掉了，连个律师都没请。现在开庭，请原告律师陈述。审判长，各位，我方指控被告人陈龙犯强制猥亵罪、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请允许我传唤第一位关键证人，当晚的受害者小美，请你向法庭陈述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只是等在门外等吩咐。陈律师，你干什么？放开我！赔我一晚多少钱都给你。别给脸不要脸，在这我说了算。我拼命反抗，可是他力气太大，我险些就遇害了。幸亏外面的安保听到呼喊声，才把我救下。审判长，这是受害者当晚所穿衣物，有明显撕扯痕迹，经检测，破损处留有被告人陈龙的指纹。请你也再次陈述当天的情况。我们听到李小姐呼救，冲进去就看到陈律师在对她施暴。我的头！你们算什么东西？我头！别敢管老子的事儿！嘴上还叫嚣着他是律师，法律管不了他。我还以为陈龙律师多正义，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想钻法律空子的坏人。律师能有什么好的？不都是为了赚钱？窒息。诊断书、现场照片、凶器、人证物证伤情鉴定，链条完整。综上，被告人陈龙知法犯法，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坏。我方请求法庭数罪并罚，从重判处被告人陈龙10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陈龙，对以上指控和证据，你有什么要说的？是否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快说啊，把那天晚上的真相说出来，揭发会所，告我陷害，这样还能再加一个诽谤罪。审判长，我对所有指控全部否认。空口否认，证据呢？
我没有新证据。这不就是认了？没证据你说个屁呀！但是，我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这些证据，恰恰能证明我的清白。荒谬！我们的证据是指控你的铁证，你休想颠倒黑白。继续，你刚才说我撕扯你的衣服，请问我是撕扯了你的上衣，还是裙子，还是全都撕了？全都撕了。你力气很大，我根本挡不住。审判长，我请求当庭播放案发后警方第一时间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和执法记录仪视频。请法庭注意，根据执法记录仪视频和勘验照片清晰显示，李小姐当时仅上衣有被撕扯的痕迹，下身衣物完好，这与她全部被撕扯的证词不符。反对。审判长，受害人在遭受极端恐惧和暴力侵害时，记忆出现偏差是正常的，不能以此否定侵害事实。审判长，我请求查看证物的司法鉴定详细报告。这位小姐说我把她拽进去，撕扯她的衣服。可是如果是我在施暴过程中留下的指纹，分布应该更杂乱，而不会只出现在肩颈部位。你这是强词夺理，指纹位置能说明什么？难道撕衣服还要选地方吗？审判长，我请求调取并播放该包厢门外走廊的监控录像，时间点就定在案发前几分钟。请大家看，这位女士倒向屋内时，我并未碰到她，她是主动倒向我，并不是我将她拽向屋内施暴。事实是我开门时，她跌倒撞向我，而我伸手扶住她，指纹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好像有点道理啊。这女的摔倒的姿势是有点怪。我当然无法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主观恶意，但你的当事人应该解释，为什么他的证词与证据存在不符。审判长，关于证人李小美的指控，我认为已经存在重大合理怀疑。现在，我想就第二项指控故意伤害罪进行质证。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控方提交的关键物证是那个沾有我指纹的碎酒瓶，用以证明我暴力殴打，对吧？没错，指纹就是铁证。好，请法庭允许出示该酒瓶的痕迹鉴定报告。根据痕迹鉴定，酒瓶上我的指纹纹路清晰完整，主要受力方向为垂直握持，这说明我持握酒瓶时是正常抓握状态。再看这位先生的伤口，如果是我手持酒瓶以足以造成轻伤的力量主动攻击他人头部，那么我的指纹会因用力而变形滑动，不可能如此清晰完整。还有，这位先生头上的伤口在左前，而一个右手持瓶正面攻击的人，最顺手的击定点应该是对方的面部或侧脸，要打到他的伤口位置很难。但是如果这个酒瓶是有人握持瓶身，然后用瓶底部位击打自己的额头呢？你胡说！审判长，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是不是揣测？很简单。审判长，我申请再次调取现场的出境记录。各位请看，当时的情况，我在门口，而这位先生倒在茶几处，手边放着酒瓶。审判长，综合以上两点，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而导演这场戏的人就是坐在那里的银河集团董事长赵山河先生。大新闻：银河集团董事长涉嫌诬告陷害。竟然是诬告！天哪！陈龙，你血口喷人，法庭之上岂容你信口雌黄污蔑他人？王律师，告他诽谤。对，审判长。被告人陈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然污蔑我方当事人，我方保留追究其诽谤罪的权利。赵总，我本想我们各退一步，或许还能留点余地，但现在为了我自己的清白，我不得不拿出最后的证据。审判长，我申请将我的手机调出，我的手机里有当晚全程的录音，足够还原当晚的事件真相。督察将被告人的手机作为证据封存，当庭查验。
等等，王律师，撤诉！这是一场误会，我们愿意承认是我们的员工行为不当，与陈律师产生了误会和冲突，我们愿意和解赔偿。经合议庭商讨过后，被告陈龙宣判无罪，当庭释放。龙哥，不愧是你，就是牛！这下赵山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这么媒体都拍着，他丢人丢大了。陈龙，这事儿没完，你等着。是你等着还没完。龙哥，你手机里真有录音？有。那为啥不放？放出来让他进去蹲局子。这点事儿蹲鱼子能蹲几天？以他的能力，进去蹲一阵儿，出来还是赵山河。龙哥，你是想这点东西弄不死他？我要找他别的脏事儿，找他够判无期判死刑的事儿，攒够了，一次送他进去，让他永远出不来。赵山河不会罢休的，阿龙，我担心你。放宽心，他现在最怕录音曝光，在他搞定录音之前，不敢动我。这是我们查他的时间。那我们回去就帮忙搜集证据，等他别的脏事全挖出来，一起交上去，直接判死。证据是要搜集的，不过得先把削弱的。赵山河主要的产业就是房地产，打蛇打7寸，就从房地产业下手。大哥，我们是律师，听说你们房子有问题，想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律师？又是赵山河派来糊弄我们的吧？滚蛋！我们不信律师。就是上次来的律师收了我们每人5000块咨询费，什么用都没有，最后说证据不足。你们这些律师和赵山河是一伙的。骗子！对，银河市的律师没一个好东西。哎，你们怎么说话呢？我们龙哥是好心，狗咬吕洞宾。我们分明是来帮你们的。怎么说你们是骗子还不服？想打架呀？给脸不要脸是吧？彪子，冷静。怕了就带着你的人赶紧滚，别在这碍眼。我理解，你们被坑怕了，被那些披着律师皮的狗骗惨了，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少在这假惺惺。但我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看看这个，坑你们的人是赵山河，把我送进去想弄死我的人也是赵山河，所以我不是来帮你，我是来找战友的。我们有同一个敌人，搞垮赵山河，让他把吞下去的钱全吐出来，是我的目的，也是你们的目的。说得好听，律师费我们可付不起，我们是互助。律师费免费。免费？对，免费。打赢了从赔偿款里抽成，打输了你们1分钱不用出，所有自诉费、鉴定费我先垫。我只是想让赵山河知道，有些钱拿了得吐出来，有些人害不得付出代价。王海，御景湾业主代表。陈龙，青龙律师事务所。陈律师，你不知道那房子是我爹妈的棺材本，加上我跟我老婆攒了半辈子的钱，就为了儿子结婚。现在好了，墙裂了，风能从屋里看到屋外。儿子婚事黄了，老婆天天哭，可赵山河的人却说是我们自己装修搞坏的，放他娘的屁！我家更惨，楼上漏水，把我家全泡了。找物业，物业是赵山河的子公司，根本不管。去集团门口拉横幅，他们就报案，说我们扰乱秩序。有报案回执吗？医院诊断证明还在吗？在，都在，我都收着呢。妈的，赵山河这老王八蛋真不是东西，专挑老百姓欺负。龙哥，这官司咱们打定了，太气人了。没想到
赵山河的生意已经烂到根了，连这种断人活路、毁人家庭的钱都赚不到。好，房地产就从这里开始，一层一层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全扒出来。陈律师，我们真的没路走，全家老小的指望就在您这儿。这官司我接了，不光接，还要打赢，让赵山河把这些年从你们身上、从无数人身上吸的血，连本带利，全吐干净。龙哥，这大半夜的，咱去工地能看见啥？要我说，还不如像以前似的，装成找活干的工人混进去，白天看得清楚。对呀，晚上黑灯瞎火的，而且容易被当成宰。赵山河的工地亏心事这么多，管得严，普通临时工怎么可能接触到核心证据？晚上是因为他们最松懈，巡逻的保安也是人，半夜3、4点，是人最困、最马虎的时候。哦，我懂了，咱们去掏他老窝，趁他打盹儿。这么看，夜探确实是最快的方法。彪子，你眼神好，负责拍照。有才，你认建材，看标号。大头，你望风。手机都调静音，走路轻点。明白。龙哥，看，这钢筋标号不对，比设计要求细，而且有锈蚀，水泥也受潮结块了，强度肯定不达标。妈的，这孙子真敢用啊！这些证据够了。有人，那边有手电光，好像那边有动静。装醉。哎呀，走，哥好。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怎么进来的？我没喝多，就是找不着路了。这是哪儿啊，哥们儿？有酒没？赶紧滚！这是工地，喝多了别处闹去。哎，队长，这人好像有点眼熟，是不是电视上那个陈龙？你是跟赵总打官司的律师？不对，把手机交出来！你们来这儿一定别有心思。我们误入工地，这就走。手机是私人物品，凭什么给你？抢过来，不能让他把东西带出去。我去你妈的！真动手啊！彪子，报案，说我们误入工地，被保安殴打抢劫。好嘞，这叫恶人先告状，不对，咱们是正当防卫。怎么回事？督察同志，他们擅闯工地，还打人！督察同志，我们晚上散步，误入了这个没拦好的工地。这几位保安同志不由分说就要抢我们手机，还先动手推搡。我们只是自卫，他们要抢手机，为什么？他们偷拍我们，因为他们形迹可疑。形迹可疑就要抢手机，这是侵犯他人财产和隐私。你们工地有损失吗？他们拿东西了吗？没有。绝对不能让督察知道建材的事，那样所有人都活不成了。这种情况就是你们的过错了，带走。是。赵山河，这份惊喜，希望你喜欢。等你收到法院传票的时候，表情一定会精彩。废物！一帮废物，让人摸到眼皮子底下拍了照。有
就是这个陈龙。赵总，消消气儿。我刚收到消息，御景湾的业主联合委托陈龙把咱们告了，索赔金额很大。让他告！工地那些证据能说明什么？建材出了问题，跟我赵山河有什么关系？刘律师，这事儿你给我搞定，花多少钱都行，把责任全推出去。明白，明白。这事儿好操作，花点钱找一个业主作证，他们的房子没问题就行。尽快解决。等这事儿了了，我要让陈龙和他身边所有的人彻底消失。这次我要亲眼看着他死。现在开庭，原告方陈述诉讼需求。审判长，我方当事人购买被告银河集团开发的御景湾楼盘房屋，入住不到1年，出现严重墙体开裂、漏水等质量问题，经鉴定为主体结构材料不合格所致。被告以次充好，构成严重欺诈。我方要求退1赔3，并承担所有修复费用及精神损失，总计人民币2亿元。被告方答辩意见。反对，房屋质量问题与被告无关，是原告自身装修不当，以及部分建材供应商提供了不合格产品，我方也是受害者。你放屁！我们几十家一起列，那是装修问题，明明是你们房子是豆腐渣。原告代理人，请控制当事人情绪。审判长，既然被告认为是装修问题，我方申请传唤第一证人，同样是御景湾业主刘红女士，她家也出现严重开裂。刘女士，请问你家房屋是否出现开裂？是。开裂前，你家是否进行过大规模破坏承重结构的装修？没有，就刷了墙、铺了地板，是我自己买的防水没做好。还有，我为了省钱找了不正规的装修队，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跟开发商没关系。刘红，你胡说！你之前怎么跟我们说的？你是不是收了黑心钱？我没有，我说的是实话。肃静。证人，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审判长，证人已经证明问题是出在个别业主自身，我方请求驳回原告诉求。审判长，装修问题或许存在，但核心是房屋主体结构材料是否合格。请看第一组证据：王海等12户业主房屋的损坏状态鉴定报告及照片。报告明确指出，损坏源于承重墙体钢筋规格不足，水泥标号不达标，这只能证明材料不合格，不能证明是我方提供的，也许是建材商以次充高。这是我方在御景湾工地现场拍摄的建材照片及取得的工地进跳单。照片显示，现场堆放的钢筋水泥与鉴定报告中的不合格材料特征完全一致，而进料单显示，这批材料正是用于王海等人所在的楼栋，这恰恰说明是建材商的责任，与我方开发商无关。原告应该去告建材商。刘律师，您说的对，但问题在于，这份进料单上记载的建材型号、规格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产品，而现场堆放的却是完全不符的劣质产品。单子上写的是螺纹钢，现场是锈蚀钢筋；单子上是高质水泥，现场是受潮结怪的劣质水泥，货不对版。这说明，要么是银河集团采购环节严重失职，以劣充好，要么就是明知劣质仍予采购并使用。无论哪种，开发商都难辞其过。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样的建材是如何通过层层验收，最终建成楼房并出售的？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在整个开发环节是否存在官商勾结，导致如此明显的劣质工程能够一路绿灯。对，肯定是勾结，严查，必须严查。不行，这件事情绝不能查到那些人头上，必须及时止损。法官，我们银河集团是良心企业，这次是采购部门和工地监管的严重失职，我承认我们管理有漏洞，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我们愿意和业主协商和解，该赔的我们一定赔。审判长，被告已经承认其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并愿意赔偿，这与我方的核心诉求一致。鉴于被告态度，我方坚持原诉讼请求。本庭认为，原告证据链完整，现判决如下：被告银河集团
退还原告王海等12人购房款，并支付1倍赔偿金及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本案首例费由被告承担。陈律师，赢了，我们赢了！这才刚开始，赵总，咱们的账慢慢算。赵总，赔偿金和退款已经安排下去了，先稳住那些业主。陈龙那边，陈龙，又是这个陈龙，他就像条疯狗，咬住就不放。这次是我们大意了，不过赵总，只要拖下去，我们有的是拖。我等不了了，这个祸害多活一天我就多一天不安生，必须马上解决，立刻，马上！陈龙这个人低微至极，重感情，这种人他身边的软肋可太多了。是，我马上去办。陈龙，动我赵山河的代价，你付不起。龙哥回来了，怎么样？龙哥出马就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这次证据确凿，赵山河赖不掉。龙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乘胜追击？他娱乐城的账本、运输线的走私证据，我们都整理的差不多了。对，龙哥，下一拳揍他哪儿？娱乐城还是运输公司？您发话，我们马上干活。下一拳，不着急。不着急，龙哥，现在正是趁他病要他命的好时候啊！是啊，赵山河刚吃了鳖，肯定阵脚大乱。赵山河的产业是要搞，但眼下有件更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来，我们干一个，明天就是法考了，准备好了吗？龙哥，你放心，我们都复习的可好了。那就好，今天我再说一次，你们把证考下来，就是青龙所的合伙人，以后咱们一起接案子，一起赚钱。合伙人，合伙人，龙哥赢！晴晴，咱们的好日子真的要来了。只要把赵山河彻底解决，晴晴和兄弟们就都能安全，就快了。这一世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活着。哥，龙哥，秦姐，你们回吧，我们自己溜达回去醒醒酒。彪哥，那我们不管你了，我们先回去了。我也一起。行，路上小心，都早点休息。明天考试，别玩太晚。阿龙，他们都走了。我送你回去。阿龙，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我不想再只是站在你身边，看着你一个人扛着所有事。我想，晴晴，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赵山河还没倒，他今天能对彪子下手，明天就可能对你下手。晴晴，跟我走得太近，太危险。我不怕，我能保护好自己。我怕你出事，像今晚彪子这样，或者更糟。我不能冒这个险。赵山河这条毒蛇还没打死，我不能把你拉进这个漩涡。晴晴，你再等等，等我彻底扫清这些脏东西，等我给你一个干干净净、安安稳稳的未来。
我明白了，我不逼你，我等你。快了，青青。等我收拾完赵山河，等兄弟们走上正轨，我一定给你一个堂堂正正的答案。走吧，我送你。小子，不服，想报仇？给你一个点摇人，承袭仓库，有种就来，一决高下；没种就继续当你们的缩头乌龟律师。妈的，有本事别跑！彪子，你这是怎么了？别提了，一进巷子就被人套了麻袋打，故意来找事儿的，还让我回来摇人，要和我们约架。妈的，欺人太甚！肯定是赵山河那王八蛋指使的。过龙哥就来找我们麻烦。彪哥，这口气不能忍，明晚一起去干死那帮杂碎，肯定得去。我徐彪这顿打不能白受，真当我们是以前好欺负的混混。我觉得不对劲儿，他们像是故意引我们去。管他呢，引我们去又怎样？咱们兄弟怕过谁？对，当年咱们怕过谁？抄家伙！明天晚上让他们知道动青龙锁的人是什么下场。你们说的对，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把场子找回来。只要兄弟们把证考下来，后面就好说了。得提醒提醒他们，彪子老丢三落四，可别出什么岔子。喂，龙哥，彪子，你们到家了。明天考试，证件都检查好。堂哥，我们被人阴了，我让人套麻袋打了。有才和大头气不过，和我一起来找场子来了。我们正在准备家伙，这口气不出不行。什么？对方什么人？看清楚了吗？蒙着脸但身手不差，像是专门练过的。龙哥，这事你别管，我们能解决。徐彪，听着，这事太怪，别去，等我过来，这很有可能是个套。龙哥，来不及了，兄弟们都到了，你放心，我们心里有数。挂了。徐彪。彪子他们中计了，我得马上过去。老板，一个人第一次来，我陪你喝2杯。酒就不喝了，听说你们这儿有更刺激的节目。老板想玩多大的？我们这儿什么节目都有。我啊，就喜欢心跳快的，光喝酒没意思，得来点带响劲。懂了，老板是行家，跟我来，保证让您心跳加速。生面孔，谁带来的？虎哥，这是我朋友，来玩2把大的。规矩懂吗？手机、电子设备全部上交，出来再还。懂。果然有暗指，赵山，你的娱乐场还真是一条龙服务。操，是陈龙，那个律师。拦住他，别让他出去，他带了东西进来。能耐了，学会单干了，让人打个麻袋就热血上头，要去拼命。龙哥，我们就是气不过就能往明摆着的套里钻。今天要不是我赶来，你们现在是什么下场？躺医院还是躺太平观？是我们冲动了，当时看彪子被打成那样，脑子一热。你们记住，你们现在不是街头混混，是马上要拿律师证的人。
你们的命、你们的脑子要用来走正道、打官司，不是用来跟这种杂碎换命。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哪怕天塌下来，第一个必须告诉我，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龙哥。行了，都给我滚回去，赶紧处理伤口，好好休息。明天考试，谁要是因为伤影响发挥或者迟到缺考，别怪我翻脸。龙哥，那你别管我，我自己走走，去吧。赵山河，看来你是真坐不住了，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动我兄弟，是想逼我自乱阵脚。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A 队，消防局这边监控有人警报。收到，我上去看看。某人在这儿行贿洗钱做假账。赵山河，你的棺材本都在这儿了。就是这场，李建军场。过来，看见你了。队长，这个人，出来了。回来了。走。老板，一个人第一次来，我陪你喝2杯。酒就不喝了。听说你们这儿有更刺激的节目。老板想玩多大的？我们这儿什么节目都有。我啊，就喜欢心跳快的，光喝酒没意思，得来点带响劲。懂了，老板是行家，跟我来，保证让您心跳加速。生面孔，谁带来的？虎哥，这是我朋友，来玩2把大的。规矩懂吗？手机、电子设备全部上交，出来再还。懂。果然有暗者，赵山，那对娱乐圈还真是一条龙服务。操！是陈龙，那个律师。拦住他！别让他出去！他带了东西进来。废了他！有什么事给我站着！所有人都到案场来，快！他们干什么？把门打开！各位，好好玩。督察来之前，谁也别想走。完了，全完了。上层没活人测源，奇怪，上一世赵山河就是在这条船上把那些女孩一批批运出去，时间没错，船也没错，空的，不可能。夹层。看住！我操！你他妈谁啊？活腻了！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放肚子啊！别怕，我是来救你们的。真的吗？我们能回家？真的，你们安全了。操！那帮龟孙子又迟到，底下那帮妞没闹吧？来的正好，一锅端了。这条线
就算彻底断了。你想死哪儿去了？当也不开拳！黑仔，回话！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等我一会儿就带你们出去。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报案，督察不会放过他们，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时间、地点、接头人、分成，你们这条吃人的黑船线，所有的账都在这儿了，证据全齐了，加上之前的暴力拆迁、做复杂工程、杀人未遂，赵山河，你的罪一条也跑不掉。就等明天了，等彪子他们考完，堂堂正正走出考场，我就把这些东西连同赵山河这个人一起送进去。龙哥，晴姐咋还没来？这都快进场了。是啊，说好送我们进考场的，电话也打不通，一直没人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晴姐被绑架了，我们去救人，考试不考了。对，救人要紧。站住！都给我继续考试！龙哥，晴姐被抓了，还考个屁啊！你请我去救，你们给我好好考试，这是命令。上一世，我看着你们一个个死在我面前，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让任何人出事，至少你们在考场里是安全的。晴晴，等我进去。考完了，等我带晴晴回来给你们庆祝。要是考砸了，别怪我翻脸。陈律师还真是一个人来的，够种。人呢？急什么？马上送你去底下和他团聚。醒醒！陈龙，选一个吧，你活还是他活？阿龙，别管我，你快走！闭嘴！我不可能不管你。哼哼，好感人啊！那我帮你选。住手！放了他，我跟你走，要杀要剐随你。好，你过来，换他。你先放人，让他过来。停，就这儿。跪下！你先放了他。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本？阿龙，不要！你起来！晴晴，现在就走，别回头。我不走，要死一起死。听话，好，活下去。精彩，真精彩！可惜我改主意了，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要不然你们两个一起下去做对苦命鸳鸯吧。我们两个人的恩怨，你何必要牵连无辜的人？死人才安全，留着他就是给自己留后患，不是吗？给过你机会，你不好好把握，下场你自找的。永别了。考完都2个小时了，龙哥和晴姐还不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就说，早上晴姐没来送考就不对劲儿，龙哥一个人去，肯定是赵山河那老八蛋搞的鬼。坐以待毙也不是办法，咱们去找找吧，别让龙哥被欺负了。都在呢，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赵山河，你把龙哥和青野弄哪儿去了？陈龙，他拿了我一笔钱，带着李晴远走高飞了。放屁！龙哥绝不是那种人。赵总，这种挑拨太低级了。事实而已，我给了他500万，让他闭嘴走。你们真以为他拿你们当兄弟？不过是一群帮他打打杀杀的小混混。现在他用不着了，自然就忍了。你说什么？龙哥、廖哥、大头跟这老王八蛋拼了，给龙哥报仇！拼了！干他娘的！给他报仇，就凭你们几个小喽啰好，做干净点儿。
住手！龙哥，晴姐，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不可能什么？你是想说我们应该已经被你杀死，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吗？我们真的都没事，太好了。活着，我们赢了。有没有哪里受伤？磕到石头没有？没有，我没事。你呢？你跳下来的时候，皮外伤，死不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好对策了？怎么不告诉我？害我刚刚害怕死。当时情况紧急吗？我要报案，银河集团董事长赵山河在城东废弃船厂天台，将我和女友李晴推下悬崖，意图杀人。杀人未遂，加上我们手上所有的证据，赵山河，这次你很难再出来了。我们得赶紧回去找彪子他们。赵山河解决了我，下一步就是要去找赵总，可惜了，我们命大没死成。赵山河，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请跟我们回局里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这是诬陷！在这儿，是谁给我发的李晴被绑架的短信？一查就知道。警官，我申请现在就提交赵山河其他犯罪证据，包括行贿记录、伪造合同、教唆伪证的录音。陈龙，你够狠！不及你，杀人灭口够判无期了，加上之前的账，赵山河，你这辈子别想出来。龙哥，晴姐，你们吓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没事了，都过去了。让大家担心了，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最难的一关闯过来了，以后所有人都能好好活着。赵总，情况不好，陈龙那边的证据很硬。说重点，他们出去。一个字，赖，就说没想杀他，是吵架，是意外，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录音证据本身是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的，可以不承认，就说是假的，申请验真假，能拖很久。行，那别的证据呢？那些小事儿罚点钱，最多判缓，只要杀人这事儿不认，交点保证金就能出来。好，就这么办，花多少钱都行。陈龙，等我出去，第一件事就是弄死你。银河集团董事长赵山河涉嫌杀人未遂一案今日开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本台将持续报道。人渣必须严惩，支持陈龙律师。没想到赵山河慈善家的样子，背地里却是一个杀人犯。开庭。赵山河绑架杀人未遂，证据确凿。陈班长，我方不认。你还有脸不认？我龙哥差点就回不来了。没杀人，是吵架，是意外，他们自己掉下去。竟然是陈龙律师自己摔下去的吗？难道真的是意外？法官各位，我赵山河在银河市打拼30年，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我就是想跟陈律师谈个合作，他不同意，我们就吵了几句，推搡了几下。陈律师，我承认我那天脾气急，跟你动了手，但我怎么可能想杀你？我冤枉啊！我就是个做生意的老实人，他陈龙是律师，懂法律，这是要往死里整我呀！我的当事人说的都是实话，这就是个意外。至于那个录音，陈律师，你应该知道偷录的录音不能当证据，谁知道你是不是剪辑过来陷害我当事人？那些经济问题，我们认罚。该赔钱赔钱，但杀人这个帽子太大了。陈律师，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能因为商业谈扒了就往死里整人啊！情况出现反转，被告人全盘否认指控。有点道理，万一真是意外。看赵山河哭得挺真的，有可能。肃静，原告方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作何回应？关于录音证据，辩护人说的对，录音是我私录的，我方提交的是当天出警的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这属于警方合法取证，不存在任何证据瑕疵问题。我方申请当庭播放视频证据。准许。陈龙回不来了，你们要是识相，以后跟着我干；要是不识相，那就送你们下去陪你们的好龙哥。我的天，他可真会演，刚刚声泪俱下的，再看这个视频凶神恶辣的样子，简直是两个人。陈龙，你记住我，你他妈早就回来了，你在这等着录我。视频清晰证明，赵山河在明知我可能已遇害的情况下，仍企图杀害我的兄弟，这足以印证他之前在天台完全有杀人灭口的犯罪故意和能力。陈班长，这仅仅是赵山河罪行的冰山一角，我方已整理其多年来的犯罪证据，现正式补充提交。第一，暴力犯罪，指使手下阿勇等人暴力强拆、致人缺枣。第二，经济犯罪，银河集团在城南新区等多个项目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假的都是假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证据齐全，是真是假，法院自会定夺。但你的罪我还没罗列完。第三，非法经营，旗下多家娱乐所组织卖淫、涉赌放贷，非法交易记录在这儿。竟然什么坏事都干！王八蛋！我家就住城南，怪不得房子老漏水。从上，赵河根本不是他所说的老实商人，而是一个长期以商养黑、以黑护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黑恶势力头目。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仅是为我自己讨个公道，更是为所有被他伤害过、威胁过、压迫过的人讨一个公道。
请法庭依法严惩。证据确凿，本案宣布被告人赵山河杀人未遂、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全完了，总算结束了。赵山河那个王八蛋终于落网了，还是龙哥厉害。官司赢了，你们也好好的，真好。龙哥，你这是怎么了？赢了还不开心？我开心，我就是太开心了。阿龙，都过去吧。过去了，从今天起，咱们所有人都安全了。现在就剩最后一件重要事了。你们3个搞什么鬼？阿龙呢？晴姐，马上你就知道了。这到底是？晴晴，有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以前不敢说，我走的这条路太黑，仇家太多，怕说了会害了你。现在赵山河进去了，路扫干净了，我陈龙能堂堂正正站在光底下问你了。李晴，我喜欢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笨蛋，这句话我等了好久了，我愿意，我当然愿意。龙哥，晴姐，亲一个，亲一个。来，一起喝一个。成绩，报告成绩出来了，我过了，你们呢？我也过了，我也过了，我是律师了。太好了，你们3个都过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这一杯敬咱们自己，敬青龙律师事务所所有的合伙人，干杯！这案子卷宗比板砖还厚，看一天了，眼都花了。怎么，彪子后悔了？当年可是你拍桌子说要当合伙人的。后悔啊！早知道当律师这么累，还不如当年带兄弟看场子呢。好歹到点下班，天天跟这些字儿较劲儿。小杨啊，听书的，长大千万别学你爸，当律师累死个人。那长大干什么呀，大头叔？跟你彪叔混，当社会老大，多威风，不用写作业。好，那我跟彪叔混。妈妈，我不写作业了。为什么呀？爸爸和彪叔、大头叔说了，长大让我跟他们去当黑社会，当黑社会不用读书。那啥，晴姐，我还有个当事人要见。对，我约了调查取证，我去趟法院。秦大律师，解释一下。晴晴，误会，开玩笑的。陈龙，你好的不教，叫儿子当黑社会啊！老婆，我错了，真错了，下次不敢了。这还差不多。儿子看着呢。